大家好，我是杨澜，欢迎收看《文化相对论》。疫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让不少人也重新思考到底想要怎样生活。在年轻一代当中兴起了一个新的词汇，简称为 YOLO， 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的意思。很多年轻人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变得更加大胆和敢于冒险，他们也重新探索人生的选择，寻找生命的答案。青年是人生重要的拐点，而当今青年也身处世界的拐点之中。全球疫情、经济失衡、政治对抗，他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年轻人如何理解和把握时代的拐点，应对人类共同的命题，为世界创造更好的解决方案呢？本期文化相对论，我们来聊一聊年轻人的话题。首先介绍一下演播室现场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一武先生，还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连思教授他也首创以足攻锋等社会学的概念，欢迎两位。同时我们欢迎两位线上的嘉宾，首先呢是美国心理学家 Dr. Jean Twenge， 他创造了 iGen 这个词汇，同时也是《我时代》这本书的作者。还有日本著名的社会观察家三浦展先生，他提出了第四消费时代的概念，同时呢他也是《下流社会》等畅销书籍的作者。也欢迎两位 Welcome to you all。 我们以1995年之后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的这个群体，他们也被称为是 Z 世代我想他们的生活中发生的最大的改变，不仅仅是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而是他们成长在一个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社交媒体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看到一个统计说，现在的年轻人平均每天要有80次看自己的手机，生怕自己遗漏了什么就手机跟他们的器官是一样的。就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你会发现，你要不上社交媒体，你几乎掌握不到最新的社会。你要是不在社交媒体上，似乎你这个人并不存在。我不存在。So I think if you weren't using it, you were left out. So eventually, about 85% were using social media every day here in the U.S. anyway. So it became, really central piece of how they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y started to spend a lot less time with each other face to face. So they didn't go to the shopping mall as much, or ride around in a car, or just hang out at each other's houses like previous generations did. They spend their time outside of school and work in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way. 对，而且因为社交媒体，他们结成了很多不同的群和圈层这女士刚才谈到这个 Z 时代的，它其实就是我们叫独而不孤。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个圈层不再是我们原来所说的那个制度或者是体制强加给他的这样的圈层，而是比如说像乐跑圈、古董圈、文化圈、影视圈等等。那么说圈层它消解的是什么？那我们在社会学上，我们都认为权力、声望和收入，或者叫金钱，是塑造权力架构的基本来源。那么新的圈层的出现，其实在消解原来的整个的权力的构成的基础，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社交媒体给当代的经济政治带来的巨大变化。つながっているんだけど、できれば SNS をやめたいっていう感情もすごく多い。常に相互監視する状態に若い人ほどなっている。そこが新しい意味での孤独とか孤立感をもたら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います。那我知道在日本呢，也出现了宅文化这样的一个概念更多的年轻人因为能够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与外界取得联系，所以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走出自己的房间男性はより早くオタクになっていたんで、私の息子もほとんど家を出ませんけども仕事も全部リモートです。家でやってますから女性のオタクが増えましたね。女性も漫画、アニメ、ゲーム、ネットフリックス、そういうものが好きな人が非常に
特にコロナで増えましたんで。三木展老师说的这个，在日本叫宅族哈，叫御宅族，在英国我们叫尼特族，啊，它其实都是有一些的主动不就业的群体。那中国这样的群体其实也有几百万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你说他们的学历很低吗？其实也不是，他们应该有一半左右其实是本科以上的这样的学历，所以他们都很佛系。那你觉得他们的这种自我意识？更强了吗？我觉得恰恰是这个时候的他的这种主体意识，人可能在这种大的工业化时代会丧失主体意识，到现在这种时代，他的主体意识更强，把自己的这个小世界和小宇宙打造得很精致，他的主体是强到了他跟世界失去了联系，所以他会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很丧，很丧失了意义感。而且似乎呢，这个网络世界还不够丰富，现在又发展出元宇宙这样的概念，就是人们可以进一步进入一个虚拟的和跟现实不一样的，甚至是脱钩的一种空间啊。我一直对这个有兴趣，就元宇宙的事情，其实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现在大家借助于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然后参与到一个虚拟的真实的世界。我换了一个人来生活，我的身份都可以改变。我可以是个侠客，我可以英雄，可以是个富翁。然后我在现实中间可能越来越宅，越来越自我，然后越来越封闭，或者跟别人交流少。但是我在元宇宙里边，我可能是一个很张扬的，我的个性、我的梦想都在那个地方得到了一个实现或者展开啊，也是某种心理弥补的需求。一方面是逃避，比如在元宇宙里边买一个房子，现在这个是变得非常多。买一个房子以后，你会发现我在现实中间可能住得很小，但是我在元宇宙中间住一个大房子，这体验和感觉就完全变了。メタバース内で恋愛をする人っていうのは4割いるらしいんですよ。現実にはもう君を好きだとは言えない人でもメタバースだと言えるから、恋愛にもなりやすい。でも日本の少子化をそれで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で。如果在元宇宙里谈恋爱，我估计花费也不会太少。比如说，最近元宇宙有一个就是观看，比如体育比赛的时候，然后你的旁边坐的那个人，然后你可以选，但是选的时候你要用钱来选。你比如说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但是你这个女孩子你就要增加你的付出才能够选得到。元宇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吗？它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现实社会的阶层社会或者阶级社会的一个翻版，所以有人在元宇宙炒房，而且可能在元宇宙诈骗啊，是一样的，对吧？是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现实阶层社会的复刻。所以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玩游戏，它都是靠时间的积累和熟练去通关的。而进入到现在以后，移动互联时代以后，它实际上直接颠覆了一个游戏的规则。我有钱，我就可以一下子通所有的关，所以这会造成很多年轻人的不满。他会发现游戏的世界其实是个阶级的世界，他感到一个更深的在生活中间的失落感。So right as social media became popular, smartphones became popular, young people started to have a big drop in self-esteem, in self-confidence, in happiness, in how satisfied they were with their lives. So at least here in the US, this generation is much more likely to question how happy they are, to question their self-confidence than the millennials were just before them. 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报道哈，就是说中国现在大概有3亿人左右呢是睡眠不足的，或者有一些睡眠障碍的，而其中80%都是年轻人。And Jean, 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observing and also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alance issues about the iGen. So how concerned should we be? I think we should b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ment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today. So we're seeing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saying that they feel lonely, that they are feel depressed, that they feel anxious. And it's not just how they're feeling, it's also behaviors that are linked to mental health. So they are not sleeping enough.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probably why we have
more depression. We see it with self-harm behaviors, even suicide. A recent study we found in 36 out of 37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ore teens said that they felt lonely between 2012 and 2018. So this was all happening even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确实是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很多这样精神上的焦虑或者困扰啊，都非常的严重。我觉得还是所谓大家讲的这个竞争剧烈啊，然后呢，年轻人在现实中间如何上升，如何找机会，会受到很多挫折，有很多条件上的挑战。没错，那我们就来谈谈吧，年轻人他们焦虑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回答。一番ついているのは収入ですね。Sometimes I'll go, I'll donate blood, I'll do gigs on like Insta work, just trying, anybody can get some money. 总结成一个方面的话，就缺钱。So I think definitely career is number one. I'm from Dubai. I know finding jobs there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they don't really advertise it here. I think we identify a lot of ourselves on like what we do versus like 大龄未婚女青年最怕就是突然掉了工作。And there's just a lot more like competition, obviously like after the pandemic.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旁边的这些实体店都没有办法开。将来の見えないところに対しての不安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と思います。买房难、买房贵的问题也比较严重。The dream of owning your own house, especially in London, has gone. 多すぎて時間が足りないっていうのは今焦っています。I struggle to find time of when to sleep, when to rest. 父母就也慢慢的老，然后也没时间去陪他。Climate change is a big one, and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K. I don't think it's a sustainable world we live in. I'm a little concerned about bringing life into this world where we don't know where the next 20 to 30 years are going to go. いやこのビデオを見たらもう子供を作る気はなくなりますね。で、日本は若者はもう人口が少ないのに。十分な仕事が供給されていない。我们在描述的不是一个很矛盾的社会现象吗？一方面呢，好像这个年轻人很少，劳动力缺乏；另一方面，年轻人又在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这两个现象会同时出现呢？資本主義って言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かね。その経済の流れが非常に大衆の生活を全体的に豊かに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はなくて、その富が広く一般に行き渡らない、特にまだスキルのない若い世代には行き渡らないという現象だと思いますね。その高い学歴を獲得するためには親の収入が高いことが条件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親の経済力が教育格差を助長するという悪循環が起きています。Yeah, that's where we really see that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real split of fortunes based on education. So particularly for young men who only have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eir wages have gone down even after you correct for inflation. But when you look at those who have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ir salaries and wages have gone up. You get that big split by education. 这几年我们的国内的教育的竞争的环境，整个的市场的竞争的环境也在趋于激烈。所以我们其实也能感觉到。即使毕业于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他现在也有自己担忧自己成为蚁族的这样的风险。他们应当说主要是担心整个的社会的流动的通道变窄，然后呢使自己呢陷入到这种低水平的循环。工作您刚才说了确实很多，但是你会发现找什么工作都赚不了多少钱，或者他这种工作没有使他自己进行不断的递进迭代，换这个工作换那个工作都差不多，所以他是在原地的一个重复，就导致了他自己现在我们年轻人经常讲的叫内卷，就是逐渐的边际效益的递减，所以他很担忧，如果到我40岁的时候，我还能继续这么工作吗？那个时候他的体力和精力可能都无法去支撑现在他的这个工作的状态。你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哈，叫做时间的暴政哈。其实人类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争取时间，实际上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在跟青年人去抢时间。年轻人为什么到35岁是年轻人？就是你那个时候是资本可以收买你青春的这种价值和时间。35岁以后你不太好收买了，因为你的价格会很高。比如说你要让一个35岁以下的年轻人去加班，他马上就会去加班了。
但是35岁以后他会想，我要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我要健身，我熬不住。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过了35，精神一上午。我们上午录节目可以，下午就不行。所以它是一个一般的。我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角度来分析。所以我们也经常讲，我说青年应当是被涵养的，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他为什么非要在他的童年期和他的成年期中间专门分出来10几年或20年，我们叫青年。那么这段时间实际上他生理学意义上已经是一个人，但他没有完全被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啊，还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让他去自由地支配去探索，那么可能他的一生啊都将陷到这种无尽的卷这种状态当中去。而且呢，我有一个大的感觉，随着我们科技红利的逐渐的丧失，可能卷的程度或者压力的程度会更高。其实除了内卷之外，还有躺平哈。是的，其实它都是一种对于这种收入和工作经济状况的压力所做出的一种反应。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温饱是基本都解决了，这个状态就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中等收入的社会。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工作很容易，然后但是呢，你觉得永远找不到那个合适的或者理想的这个工作，这个好像变成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焦虑。我找到的工作永远不是想要的，这个困扰变得非常巨大。然后，所以他为什么要躺平？就是说我躺平了，其实是有兜底的，社会有兜底。但是呢，我往上走呢，我发现没有动力，然后或者没有能力去冲破上面的种种的压力。就是年轻一代他的期望和他的这个现实的状况之间差距太大。这个状况下，他就很难找到一个就是自己所想的这个合适和理想的生活状态。合适已经提高了。I remember that Max Weber once said something like peasant in the medieval times could be very fulfilled when he finishes his life circle. He would be very satisfied to leave this world with his job finished. But nowadays, people leave this world with a lot of bitterness. How has modernity deprived our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sense of purpose or the sense of value? Yeah, I think that's true, that we expect more now. And I think that trend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while. I think it started with the baby boomers and Gen Xers like you and me, born in the 60s and 70s, and really topped out with millennials born in the 1980s. But now, partially due to technology, we're exposed to so many people who are famous and rich and have so many more things than we do, that it's very easy to become envious. Almost every moment, we're exposed to people who are doing better than us, who have more than we do, and that can be very dissatisfying. 那别人为什么这么有意义，我就不能活成那样子呢？他这种刺激，原来我是看不着的，但是他现在他能看见了。我觉得一个最困难的就是现在的职场所提供的这个普遍的平庸化的一个社会，就是给你提供的都不是一个具有非常吸引力的或者挑战性的工作。然后呢，你会发现，然后在职场里面感到非常单调乏味。这个时候对你的压力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烦躁、焦虑。这个感受其实对人来说是非常坏的，就是说没有自我实现、没有自我完成的这种愿望能力，这种意义感和价值感价值会丧失了。在农业化时代，或者我的直接的劳动，它的意义感是被感知到的。我种地，它直接有粮食。当你的链条拉长以后，你的意义感它就会逐渐的被消解。那人他会自然就会衍生出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So one thing that I think a lot of cultures now have in common is increasing cultural individualism. So in the US, they've gotten even more individualistic, and then in the East, and it really explains a lot of these trends that we're seeing with younger generations in terms of just not being as interested in having children or in getting married. And that's really what we see is people trusting more in themselves and their own judgment rather than trusting authorities. And there's trade-offs in every cultural system. So with individualism, you do get more freedom
and you get more of that focus on the self, you get more acceptance of difference, you get more equality. But then you also leave behind some stability, you leave behind some tradition. Relationships are not as close. 我们能感觉到，就是中国的年轻人也像这个美国、日本一样，比如说他有一种叫做绝对的自由偏好，他把个体的价值放到很大。当你自己很大以后，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社会上其实总要有人去做那些重复的、不断重复的或者折磨人的工作，那怎么办？我经常有时候跟年轻人聊，说我上大学是以很多人不能上大学为代价的，就是我自由的写东西是以很多人要做那些枯燥的无聊的工作为代价，那怎么办？那些工作也要年轻人，那谁去做？我们把年轻人说不能当工具人，但我觉得工具它有一个很核心的，就是它要有用有价值。那么在一个大的链条中，不想甘心做螺丝钉，那螺丝钉总要有人去做，所以就是说，那么你其实要在链条中找到你的位置，在你的终极意义上去不断的往前推演，找到你对于大的世界的价值，这样你做重复性工作的时候，你也能找到你活着的意义。我想再问赞木展先生一个问题，年轻人对于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生，或者说这种价值观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結婚して子供を作って家を買って車を買ってっていうものが、そういう人生が正しいんだっていうふうに日本でも信じられてい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こういうみんなの大きな共通認識が崩れてしまっ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れに代わる大きなモデルはないわけです。中国呢，原来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就是觉得要结婚生子，多子多福。对。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他觉得一旦我结了婚，我就会要面对很多责任，面对太大的压力了。然后那么的话，我把它延迟到30多岁，不一定说我终身不婚不育，但是呢，我起码可以在20多岁的时候有一个更多的选择，然后让我的人生呢可能更丰富。We've seen this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t people are taking longer to grow up. At least we have great data here in the US as young adults. They're taking longer to finish their education. They are taking longer to get married, to have children, to settle into a career, to buy a house. So the whole trajectory of life has slowed down. 最近は孤独担当の部署が内閣府にできたんで、できるだけ高齢者が孤独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しようとはしているらしいです。ただ意識調査を見ると最も孤独感が強いのは30歳前後の若い人たちですから、すでにいろいろなものを達成してきた現在の高齢者の中の孤独な人々をどうするかよりも、若い世代がその孤独を持続しないようにするに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かを一方で考え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This generation, really wants stability. They're very, very interested in safety in a way that previous young generations were not. They want to be physically safe as well as being what they call emotionally safe. So they're uncomfortable with discussions when people disagree.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know what someone else is going to say. It's actually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they often prefer texting over interacting face to face or even on video chat, because one young iGener said to me, that's the problem when you're interacting in real time, you never know what the other person is going to say. ただ安定の意味が違うらしくて、昔はそれは潰れない会社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いうことでしたが、そうじゃなくて、それは自分の気分が安定していられる会社という意味らしいですね。自分が成功者になりたいとは思ってないし、そんなに人と違った目立った人生を歩みたいとは普通の人は全く思ってないし、部長どころか課長にもなりたくないし、
まあずっとこのままでいいとだから自分の心の安定が大事ですからね課長や部長になると自分の心の安定がすり減らされますから。我觉得跟三浦展先生这个意见真的很像，中国也有很多年轻人，我觉得他对成功是重新定义不的一样了。他就说我，比如说我遇到一个这个我觉得人力资源的部门的，他们就觉得很苦闷。为什么？就是有这个年轻人哈，他就是要提拔他，他说我辞职了要干嘛？我发现了在西藏的这种文化的精神里边有我要追求的东西，甚至也有一些比如说从事公益慈善的工作，比如去扶贫。去这个到去教书哈，到这个很边远的地方，通过这个我获得一个跟我正常的人生有差别的，获得一个深生的新的价值。所以儒家的文化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方面它让年轻人努力奋斗，努力向前。但是中国呢，也有道家，也有自己佛家的这些传统这传统都是让人能够乐天知命。有奋斗类的，也有佛系的，佛系青年，所以他能够在社会上还能够保持自己，就是要基本的努力。传统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力量。So we have talked about many, behavior traits or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But I think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also thinking of providing new solutions to some of the common issues that we face today. So my first question would be to Jean. Is it obvious to you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ould demand a more inclusive and tolerant society as you see? Yeah, I think that's already becoming true, especially tolerance and acceptance around background. So gender, race,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expression,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really, really big issues right now with iGen or Generation Z. So they are really bringing a lot of changes to 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 But in some ways, there may be less tolerance based on political viewpoints and values. So that could be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at the same time. It's so interesting. There's so much embrace of difference and so much inclusivity in this generation that it's one of their biggest strengths that for them. But then they sometimes, especially online and especially on social media, have a harder time with some of these political disagreements. And there's a lot of discussion now in the culture in the US about what's called cancel culture, people being publicly shamed or losing their job for saying certain things. And it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for people because things are so polarized. 应该说中国的情况，我觉得会比美国和日本更为复杂，因为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的时空压缩过程。中国40多年，它的进程就既有前现代的问题、现代的问题、后现代的问题都在一块儿。所以可能某些年轻人他很在意，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LGBT， 就是动物保护、环保主义。包括的这种劳工的平等，那么可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那我的可能在物质生活方面还在打拼，所以呢，它应该说是一种交叉多元混合的状态。当然会在网上会有各样的纠纷，所以这对于一个中国的政府来讲，你如果过早的回应某些超前群体的他的超前的价值观，那么可能又会带来这种在后面的群体的他的一些不满和不满意。但是如果你迟迟不予回应呢，它也会引发一些群体的抱怨。那怎么做呢？我想呢，其实就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让不同的群体看见对方，把各种不同青年群体的状态先展现出来，让对方先看见，就是在弥合社会的这种裂痕。だから我慢できなくなる場合もあるわけで、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の激しい表現になるでしょう。いろいろな生き方、いろいろな生活、いろいろなジェンダーが等しく承認され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ぞれは低い承認しか得られない。今の日本の若者が非常に他人の目を意識するとか、人から目立た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かいうのは、この低い承認という鉄則を
破らないようにする、防衛本能みたいなもんだと思いますね。いろいろな価値観やジェンダーや生活や働き方が、全て高い承認を得られる時代にな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まだその過渡期だと思うんですね。关于一些共同的全球性的话题，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关注点或者做出的反应，跟西方的年轻人，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从你们的观察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说更关注一个就叫公平。中国自隋唐开创的这样的科举制，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这种可能性和希望，而且改革开放40多年，他们又看到了自己的父辈通过努力向上流动了，所以中国年轻人对公平的这种诉求，我觉得是完全超越西方的这种价值的感觉的。对，那过去其实中国的社会也存在着一些分层的一种机制啊，比如说城乡啊，它是机会不公平的。现在应该说是年轻人在职业之间是可以相互流动的。我们今天可以到体制内，然后明天我们也可以在体制外，我们白天可以做外卖送外卖，晚上可以做直播，所以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其实是更需要、更期待政府有更开放、更大的这种改革措施，让每个人可以在中间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所以呢，叫做各安其所，然后有各自出彩的舞台可以往上去发展。Here in the U.S., when you think about a lot of the attention paid to social justice and a lot of the protests, say around Black Lives Matter and police brutality and so on,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more likely to say that social justice and equity and inclusion is more important to them. So, I mean, there's so many great examples of young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So there are young people who are advocating for gun control here in the U.S. who managed to, say in Florida, raise the age in which you can legally own a gun from certain types of guns from 18 to 21, and they were able to do that within months, and then some people have been trying to do that for years. 我看到这个最近啊，包括像这个哈佛大学，还有英国的这个剑桥大学，都有一些对于年轻人政治倾向的一些调查。那结果发现呢，他们普遍表达出对现有的这种民主体制的运行的状况是表达了不满和失望的啊。关于社会治理的模式，美国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批判性的思维呢？也请 Jean 给我们来分享一下。So there's a lot of dissatisfaction i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ith the current American society. They're questioning things a lot, and it could be good that they are asking these questions and then might change the society for the better. But then there's a lot of older people look on that with fear and say, hey, things are actually pretty good. I think our system works pretty well. 我们说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好像是一个特别理想化的模式。但是你当对未来的管理变成了对未来的透支，年轻人要伸张自己对未来世界的所有权，觉得现在治理的不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站出来。中国的年轻人是怎么看待善治？我们通过一些民意调查也的确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呢，大多数认为不能够照搬西方的社会治理的这种方式哈。你比如说，大家对民主的认识就不太一样，不是光是西方的或者叫选举的才是民主。那我们的民主可能叫协商式的，年轻人的对政治的感觉是一种体验。它叫体验型政治，我要探索当下的感受，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有好的体验，那我们就认为我们的治理模式可能是好的。它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在里面。实际上又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在中国青年人来讲，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每一个年轻人有自己的发展的舞台，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强调那个问题，公平是公平的，它是公平。所以中国人对这个公平的理解，
我觉得它的含义是基于自己的以往的自己的阶层和向上流动的通道，它的一个综合的考虑。让富二代不因自己的财富、原生家庭的财富的多而受到道德上的批判，也不让穷二代因为自己原生家庭没有财富和贫穷而感受到向上流动没有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得其所，这个国家才能有发展。对，这是年轻人能够体验、体感到的善治。其实三浦展先生，我也想追问一个问题啊，在您写到的第4消费时代里，也特别提到，在非西方的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实际上是对西方的文化有某种崇拜或者是去追随的。但是日本从20年前开始，已经有了非常强的这种寻找自己的文化的根性，找到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在消费上是如何体现的呢？自分の食べるものを他の国からとかもう1000キロも離れた地域から輸入して食べるということは50年前60年前にはなかったことです。もっと小さなすぐそこの田んぼの畑で取れたもので暮らしていた小さな経済圏で暮らしていたわけですね。で今の第4の消費的な価値観はその小さな経済圏、目に見える顔の見える人間同士での経済圏を作ろうという動きは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れは非常にたくさん出てきている、いろんな現象に共通してあります。ですからこれはいわゆるその百貨店で売ってるとか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で売っているものを買うという意味での消費ではないですね。むしろ今我々の社会を根底から在中国，我们也发现年轻人，这些年对于我们自己的像国学呀，然后文化历史啊，包括在这个服饰各方面讲国潮啊，然后特别看重那种有本土文化元素的新的设计啊等等，应该说是蔚然成风。这个倒是一个大的趋势啊，因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其实是见多识广，对国际的经验非常丰富，反而是让他们觉得就是自己的传统好像需要一个更多的凸显。他们在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时候，那我们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差别在哪？可能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在中间能找到我们的这样的根。你比如说在这个东亚社会里边，比如日本的和服啊，朝鲜民族的服装，比如说中国的服装究竟是什么啊？就有这个很大的焦虑。有汉服是吧？我们大家会发现有个汉服热在年轻人里边，然后这种汉服热就是说，它其实是寻找一个自我的身份。这个状况呢，就使得比如说消费上的潮流也变化了。比如说做了一个根据北京的著名的园林颐和园的17孔桥，是一个著名的桥，然后把它设计在我们的球鞋上。这个潮流其实是正好是年轻人鼓动的。那么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啊，亚洲和西方的这个年轻人之间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彼此的。3 words. I don't know. It's hard. What have some other people said? Like mystic? Like unknown, mysterious. 尊重、平等、和谐。Ambitious, restless. 发达，节奏慢。Really hardworking. 对生活的关注比工作要强很多。Disciplined. 自由。担当。然后一个是创新。Very creative. 你们也会内卷吗？どういう同じようにどういう悩みが？爱是什么 ？What's more meaning？ 你们的言论真的自由吗 How do you stay so disciplined? 现在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 What are some ways that you guys think you're misrepresented in the media? 有没有兴趣来中国生活1个月试试？ What is something that you would want Western people to know about yourselves so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better? 所以，假如我有一个西方的朋友，我一定带他去逛遍我们广州的大街小巷。去尝遍我们广州所有的高端的街边的这种美食文化。Within the West, there are so many young people really willing to engage with Eastern cultures. So I would really like to see, on the other side as well, Chinese, Japanese, Thai, Vietnamese students, people my age, I think together that we can open a global dialogue.
talking to someone without all the politics involved and just having a chat with someone across the table. I suppose sharing like a beer or tea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我欢迎他们来中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之间这种相互了解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哈。This is,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really have that global connec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they have that openness and acceptance and inclusivity. 自分の国の文化を見直す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つつ、一方で世界中の人々文化等をもっと知りたい、それと交流した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がやっぱりインターネットによって促進されたと思うんですね。中国的年轻人随着这个中国的发展，他们其实了解的东西很多，对，认知的事物也非常丰富。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年轻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这个他们其实比前几个世代的人，都更能够超越偏见，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人在造墙哈，就是给一个制造这个紧张，制造分裂。但是年轻一代其实正是沟通的最好的这个媒介，他们在拆解这些墙，各种墙、各种距离。中国的年轻人和西方的年轻人其实有大量的共同生活状态、社会地位，在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差不多。然后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其实是最有力量的它能够化解现在世界的种种紧张、种种矛盾。中国有一个老话叫和而不同哈，这个不同里边所有的那个和的境界。对，其实是中国人最渴望的，所以中国的年轻一代，我觉得他现在就是用一种平等的、开放的姿态，竭尽全力的想和人去交流。费孝通费老先生一句话叫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就是我要承认别的文明的美，那就我就要带入到别的文明中去，就要了解，他就要了解，而且他就要把自己的文明这种优越感，有的时候还是要放下的。就是我们在平视世界的时候，不光对发达国家我们要平视，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也要平视。我有印象，我到非洲去，看到一个那个土著民族，他们在唱歌，他们口口相传，能记下几千首曲子。当时我就想，那如果在我的价值体系中，他可能是个文盲，他不会写字，但是在他的体系中，他可能觉得连斯是个文盲，因为你什么东西都要用笔记下来，你什么都要抄下来，你他的语言也是非常丰富的，对，所以就说你要带入到他的文明中去感知，把自己的有一些东西去不断反思自己，这样的话呢，才能做到真正的叫共情和共鸣。最后达到这种天下大同的效果。文化相对论呢，其实有2层意思，一个呢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唯一绝对标准答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面对面的坐在一起，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实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我们还有一段这个 VCR 一起来看一下，就是年轻人眼中的未来，他们希望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没有疫情，我们都不用戴口罩。Getting closer to that work-life balance. 为自己工作，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去创造。空气更加清新，水更加干净。没有贫穷。It doesn't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Lik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connection that you have with someone goes far beyond where you're from and how you look like. Be able to actually enjoy their lives without being restricted by their race, class, sexuality. 语言不再成为一个障碍，可以取消人种国家之间的界限，可以自由的穿梭星际之间。Realistically, the world can never be ideal. You know, we're human beings, and there'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 think just about small changes to make the world as best of a place. 大家有共同想要追求的事情，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Stop, hiding behind phone screens, hiding behind computers. And really just get out there and really talk to people face to face. One in which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each other, and also one in which we work together to solve some of the very real pressing issues of our time. Like racism, climate change. There's nothing else but peace. Almost as if we kind of forget about violence. 然后大家都相亲相爱的，有一天就整个世界都这样子。That's very inspirational. I was also encouraged by the young man who said, "Hey, maybe we need to get off of our screens some and go talk to each other face to face." And this is really my hope, and I think that of a lot in iGen or Gen Z, that we need to find a balance with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 think, going to be the generation that will have to rebalance things so we can keep the upsides of technology while also coming back to our common humanity. 若者特区、もう若者だけにやらせる、地域自治体を、実験的に作るべきだと提案しています。高齢社会の悪い点はいつまでも70代、80代の人が地域社会や政治を支配してしまうことです。45歳以下だけで、もうやってもらう、そういう地域を作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やっぱりそういう制度、仕組みを作らないと、特にこれからの日本はいけないと思う。那我们谈论青年精神的回归，不光光是对青年现象的一种点评和分析，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美好世界的一个期待和感知。那么过去这个中国有个哲人叫梁漱溟先生，他问过一个问题哈，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所有的刚才出现在屏幕上的年轻人都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定要创造一个未来比今天好的世界。现在好像是一个世界在一个十字路口，在关键的时候，就是世界在选择自己的未来。那么年轻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担当更多的责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出更多的声音，让世界能够听到他们、看到他们、感受到他们。您刚才提到的世界会更好吗？这样的一个命题，其实也正是我们这一季的文化相对论第1期的主题。这个世界会更好吗？那我回应了大家有共情，有共情啊。我记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啊，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诗啊，叫做 "Bliss was it in that dawn to be alive, but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 啊，活在如同黎明的时代，多么幸运！而若正值青春年华，则更是无上美好啊！青年代表着希望，而他们也感受到了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他们将迎接挑战，也积极地探索自己，去创造性的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和答案。这也是文化相对论的第8集。我们在过去的几集节目当中呢，分别就文明对话与互鉴、秩序与自由、多元一体啊、科技与伦理，还有气候变化和人类居住的困境啊，展开了跨文化的讨论。在当今的世界啊，人类共同的命题是需要我们彼此合作的，也需要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去寻找解决的方案。而在这样的碰撞当中，一种新的文化其实也正在形成。要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文化相对论，也期待下一季节目再见。文化相对论当中的相对一词有2重含义，一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化根性，二是我们的交流互鉴能够彼此启发并且带来合作。欢迎各位。推动这件事儿，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地球的未来。 The poverty is many diseases, just like cancer. You change one thing, it has so many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Globalization has come, so here is a challenge. 中国在1000年以前就做到了这一点。It is a totally different culture. 我们应该遵循自然的发展。Nothing against the grain. 希望能看到各个国家的年轻人能够在一起去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问题。